来看无名氏派对，泰勒是个身世可怜的孤儿。他在5岁那年天真的以为非常幸运的被道森一家好心收养，实则抽中了地狱级家庭盲盒。刚刚来到新家的泰勒感到无比幸福，他天真到冒泡的以为自己这个大冤种终于拥有了真正的家人。泰勒默默在心里暗暗发誓，自己要用尽一生的努力去回报养父母的养育之恩，完全是个标准的感动中国好养女。然而到了泰勒16岁那年，养父母终于迎来了他们期盼已久的亲生女儿艾玛。绿茶反派的戏份正式开机。从那一刻起，曾经全心全意爱着泰勒的家人们火速光速变脸，开始把注意力全都转移到了亲生的艾玛身上。泰勒在家里能感受到的温暖一天天在减少，可为了讨好家人这卑微小可怜，依然每天都在毫无底线的忍气吞声。现在的泰勒只剩下一个凄凉的灵魂飘荡在客厅里，他这清澈的愚蠢还不知道为什么家人们如此嫌弃自己。此时凶恶的变态凶手正在昏暗冷酷的地下室里非常残忍地用刀片折磨着泰勒，这画面简直让人想给编剧寄刀片。满脸是血的泰勒痛苦地哀求凶手放过他，但对方只是发出让人反胃又得意的标准反派笑声，坐等反派死于话多。变态凶手告诉泰勒，他当警长的父亲当年亲手送他入狱，这才让他失去了体面生活，真是纯纯的逻辑鬼才甩锅侠。充满怨恨的凶手为了报复，甚至在暗网上开设了法外狂徒版直播，疯狂出卖泰勒身上的各种器官来赚黑心钱。丧心病狂的暗网买家们像疯狗一样出价竞拍，甚至有土豪愿意花100万买下这颗跳动的心脏，这阴间物价真魔幻。泰勒疼得浑身颤抖，几乎快要支撑不住，他哭喊着向神明祈祷，希望能结束这非人的折磨。奈何上帝今天不想上班。心理变态的凶手在核对了照片后，震惊地发现自己这个大聪明竟然糊里糊涂地绑架错了人，纯属乌龙局。但已经被仇恨冲昏头脑的变态凶手根本不在乎将错就错，决定继续完成这起残忍的肢解交易，良心妥妥被狗吃了。泰勒突然猛地睁开双眼，从黑暗中惊醒过来，他大口喘着粗气，发现自己躺在家里沙发上，差点以为是喜闻乐见的重生局。心机妹妹艾玛温柔地趴在他的膝盖上，演技爆表又假惺惺地贴心安抚着惊慌失措的泰勒说，那只是一场噩梦。看到熟悉而温馨的家，泰勒深吸了一口气，感到自己终于从死亡的阴影里走了出来。可惜他高兴的实在太早了。艾玛拉着泰勒的手有说有笑，虚伪地说他们是永远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这塑料姐妹情让泰勒十分傻白甜的感动。可是当泰勒想要伸手去拥抱父亲时，却眼睁睁看着自己透明的手指从父亲身体中穿过，恐怖片特效瞬间拉满了。养父母完全把泰勒当成不存在的空气，只顾着围在亲生女儿艾玛身边，不停地无脑夸赞她，妥妥的偏心眼晚期症状。这一幕让泰勒的灵魂如坠冰窟，他终于绝望地明白，自己早已死在那个冰冷的地下室里，这强行发刀子最为致命。原来刚才的温馨重逢只是灵魂的阿 Q 式幻想，现在的他只是个没有实体被困在人间的幽灵，这设定属实惨到家了。泰勒的灵魂孤独地蹲坐在沙发的角落里，静静地看着昔日的家人们在饭桌前欢声笑语，悲喜并不相通的名场面。哪怕泰勒已经无缘无故失踪了整整3天，绝情养父母对他也只有无尽的嫌弃和恼怒，这家人怕不是铁石心肠转世吧。养母狂躁地挂断了拨打出去的未接电话，恶狠狠地抱怨泰勒是个只顾着自己玩的白眼狼，这倒打一耙的功夫我给满分。就在这时，当警长的父亲突然接到了警局的加急电话，说是有人在餐馆后厨发现人骨，这饭店怕是要连夜倒闭关门了。听说发现了特大碎尸案的线索，一向巴往能立功升职的官迷哥哥伦敦急忙要求一同前往，妥妥的蹭功劳积极分子。凄厉的警笛声瞬间打破了城市的宁静，大批警车在夜色中风驰电掣般赶往事发餐馆，气氛组这波可以说是非常到位。后厨里那个倒霉的餐馆老板被吓得瑟瑟发抖，拼命向赶来的警员们证明自己的清白。飞来横祸第一受害人再次诞生，老板战战兢兢地交代这些肉都是从送货车上运来的，自己平时只是拿出来切块而已，差点就成了传说中的黑店老板。警长立刻带人对门外停放的送货车进行了搜查，果然在隐蔽处发现了受害者的上身，这葬尸技术也是没水了。随行协助调查的法医神色凝重地指出，死者的整个胸骨在生前被坚硬钝器彻底打碎，看着都觉得全身骨头跟着疼。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受害者全身的内脏器官全是在受害者活着的时候被强行挖除，这变态手段简直令人发指。法医摇头叹息说，从未见过如此惨绝人寰的折磨，而且目前为止死者的头部还没找到，恐怖悬疑氛围直接爆表。
泰勒的灵魂此刻就飘荡在父亲和哥哥的身边，他拼命哭喊，却无法引起他们的一丝注意。这种降维打击的无力感太虐了。警长只能下令让所有警员在抛尸的第9街区扩大搜寻，争取能找到确认身份的关键证物。全员开启大海捞针寻宝模式。警员们在杂乱无章的草丛里艰难翻找，意外的在泥水堆里发现了一枚手工金属戒指。这种碰运气全靠编剧给的主角光环。看到这枚沾满血污的老旧手工戒指，泰勒的灵魂再次陷入了当年那些痛苦的回忆，毫无违和感地开启了喜闻乐见的倒叙煽情。这是泰勒当年熬了几个通宵，亲手编织送给艾玛的，只是卑微的渴望能和心机妹妹打好关系，终究是错付了真心。可是心思歹毒的艾玛当面嫌弃地扔掉了戒指，甚至故意用戒指划破自己的脸来绿茶诬陷泰勒，这宫斗手段也太绝了。赶来的眼下养父母看到艾玛流血的脸庞，顿时勃然大怒，根本不给泰勒解释的机会，就无脑掌掴了他，真是不分青红皂白。艾玛还在一旁假惺惺地哭着为泰勒求情，这让愚蠢的养父母更加坚信泰勒心肠歹毒，这奥斯卡小金人非艾玛莫属。狠心的养母将泰勒精心制作的手工戒指扔进垃圾桶，指责泰勒只是个无可救药的野孩子，真是一顿伤人一千的无效输出。泰勒无助地在大雨中撕心裂肺地痛哭，他这恋爱脑的脑回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家永远没有人愿意相信他。哪怕泰勒再怎么声嘶力竭地自证清白，眼下养父母看他的眼神也只充满了厌恶与鄙弃，妥妥的狗血虐文憋屈套路。如今这枚曾经被踩进泥土的手工戒指，竟然成了警长父亲手中破案最关键的一件证物，这反转属实让人唏嘘不已。看着父亲小心地把戒指装进透明证物袋，泰勒的灵魂在旁边苦笑，自己只是个悲哀的炮灰养女，看着都让人心碎。警方随后在抛尸点附近的隐蔽垃圾桶里找到了一部满是裂痕并且沾有血迹的破旧手机，线索这不就自己送上门了。警长立即吩咐伦敦把这部受害者的手机送去技术科，让他们尽最大可能恢复内部数据。黑客技术小哥准备随时上线。根据法医送来的初步报告显示，死者年龄在18到20岁之间，并且生前被疯狂折磨过，凶手真的该拉去下18层油锅。警方高度怀疑这起碎尸案与恶名昭著的暗网有关，是一个变态器官买卖集团所为。这帮法外狂徒的胆子是真肥啊！警长忧心忡忡地表示，要立刻在全市发布通告，尤其要督促自己家里面的2个女儿注意安全。可惜清点你返弧线实在太长了。然而偏心到没边的养母接到警长的安全提醒后，再一次开始在电话里喋喋不休地怒骂泰勒，更年期怕是提前发作了吧。养母疯狂抱怨泰勒在外面疯玩根本叫不回来，却不知道可怜的泰勒其实已经化为了冰冷的残肢，这就叫顶级讽刺拉满。只有一旁的父亲还记得前几天泰勒看他旧伤复发，特意买了他最需要的止痛药送来，算这家里唯一残存的一点人性了。听着母亲那毫无温度和关心的责骂声，泰勒的灵魂只能绝望地捂着脸在旁边无声地哭泣，连当个鬼都当得这么憋屈。哥哥伦敦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能侦破大案，这样他就能顺理成章地升职，当上警局局长，简直是警局职场画大饼的达人。泰勒的灵魂静静地跟在哥哥伦敦身后，他这超级福哥魔决定用自己这具残存的躯体帮哥哥达成所愿，真是感动美利坚。伦敦一直渴望像父亲一样成为城市的英雄，但他缺少的不过是一个能够证明自己实力的大案。男主光环开始闪耀了，在被变态绑匪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最后时刻，泰勒用微弱的声音向绑匪提出了最后的离谱请求，这脑回路也是绝了。他哀求绑匪在杀了他之后把遗体分装抛弃，并且一定要丢在由哥哥负责管辖的第9区。给杀人仇人提要求也是没水了，因为只有把案发现场落在第9区，哥哥伦敦才能顺理成章地接手这起大案并成功破案。这拿命送业绩的操作也是硬核，哪怕是到了生命消逝的最后1秒钟，这个在家里受尽委屈的女孩依然在用生命无底线地爱着哥哥，终极舔狗无疑了。伦敦在残肢发现现场神色悲痛地安慰死者，发誓一定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帮他伸张正义。这迟来的正义比路边的草都贱，但可悲的是他根本无法想象自己此刻正极力维护并想要超度的死者就是自己的亲生妹妹。这戏剧冲突算是拉满了。泰勒在5岁那年为了帮养母熬热汤暖胃，不小心打翻了热汤，导致右手臂被严重的烫伤，妥妥的吃力不讨好怨种第一人。那次烫伤在泰勒白皙的手臂上留下了一道十分突兀且再也无法消除的粉红色疤痕，这就叫最强伏笔已经提前埋下。正在整理尸块的伦敦脑海里，柯南白光一闪，他注意到受害者残臂上的烫伤伤疤十分眼熟，沉睡的 DNA 终于动了是不是？伦敦盯着那道粉红色的伤疤，
陷入了沉思，内心最深处产生了一种十分荒诞且可怕的联想。男主掉线的智商终于上线了。与此同时，道森家里，绿茶艾玛正摇晃着母亲的衣角撒娇，非要母亲明天去现场陪她比赛。这心理素质我是彻底服气的。父亲在一旁严肃地表示，由于碎尸案的案情紧急，全家人明天都必须在警局里严阵以待命。终于有了点紧张的查案氛围。可是溺爱艾玛的无脑母亲完全无视了丈夫的阻拦，微笑地答应艾玛明天一定会去给她捧场。这猪队友真是拖后腿带不动啊！艾玛则在一旁有些鬼鬼祟祟地向伦敦打探询问，那个碎尸案的受害者是不是被残忍割了器官？这头狼人是准备要自爆了吗？伦敦对妹妹竟然能精准说出尸体器官被摘除的绝密细节深感吃惊，开始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她，总算是察觉到不对劲了吧？艾玛见自己说漏了嘴，神色慌张地狡辩解释道，这些骇人听闻的案件细节，自己只是在网上看到的，这苍白的借口也太水了。伦敦压下了心中的怀疑，继续去核对指纹，报告确认被发现的那部沾血旧手机确实属于死者，关键性的铁证终于送上门了。伦敦看着技术员递过来的这部老旧的手机，老旧的设计和磨损的机身让他觉得无比眼熟，因为这就是他家扔掉的垃圾。这部伤痕累累的旧手机其实是前年父亲送给泰勒的生日礼物，也是泰勒这可怜虫最在意的宝贝，真是闻者伤心听者流泪。可是当初偏心的母亲在得知这只是二手货后，居然当面嫌弃的嘲讽这部手机只是个破烂垃圾，这后妈嘴脸也是没水了。泰勒委屈的揭露是艾玛把他平时所有的零花钱都抢走了，自己根本没钱买更好的新手机，这明目张胆的霸凌真让人冒火。但偏心到太平洋的养父母不仅不主持公道，反而怒斥泰勒在故意针对品学兼优的亲生妹妹艾玛，这倒打一耙属实专业。艾玛为了平息养父母的怒气，故意撒谎指责泰勒因为虚荣所以抢夺他的昂贵金属戒指，绿茶这反咬一口的技能我给满分。泰勒因为这枚戒指不仅被养母怒扇耳光，还被当面扔掉了自己用心制作了很久的手工作品，编剧这简直虐主不留余力啊！面对全家人没有由来的冷眼和唾骂，百口莫辩的泰勒只能绝望地把自己关在阴暗的小角落，彻底活成了没人疼的纯种受气包。艾玛这个心机极其深的绿茶表妹，甚至还在父母面前捏造泰勒在旅馆和流氓鬼混的离谱谎言，造黄谣毁清白，真够恶心人。艾玛假惺惺地声称自己亲眼所见，彻底断绝了养父母对泰勒最后一丝信任和收养感情，这不择手段真是绝世好白莲。整个家庭在艾玛的刻意诱导之下，一步步将泰勒这个可怜的养女推向了万劫不复的黑暗深渊，真是全员恶人的奇葩剧本。如今看着这部满是干涸血迹的破旧手机，伦敦的手指微微有些颤抖，他开始感到非常惶恐不安，简直就是天塌了的既视感。就在此时，警局的技术部人员突然打来加急电话，告诉伦敦手机里相册数据已成功复原，憋了这么久的催泪大招终于要放出来了。只要点开这几张刚刚被修复的照片，就能立刻在手机主页上看见死者生前的生活自拍。盲猜男主马上就要破防崩溃了。伦敦艰难地按下了播放键来加载照片，他多么希望这一切可怕的推测都只是自己的胡思乱想，可惜发盒饭的编剧不答应啊。泰勒的灵魂正静静地依偎在伦敦的手臂旁边，跟着他一起看着逐渐加载出来清晰的画面，名场面阴阳两隔的铜矿直接看哭。每一个字节的读取速度在此刻都变得极其缓慢，伦敦甚至能清晰听到自己急促剧烈的心跳声，这该死的绝望气氛烘托得很到位。随着照片一张张被呈现在冰冷的屏幕上，泰勒生前受尽委屈而哭泣的照片彻底展现在眼前，男主的脸估计要被打得生疼。伦敦看着手机相册里泰勒和家人们曾经的合照，以及泰勒右臂上那条醒目而突兀的烫伤疤，实锤铁证重磅出击没跑了。所有的疑点和线索在一瞬间汇聚成无可辩驳的铁血证据，伦敦这才惊恐地意识到被害人是泰勒，真是迟来的觉醒比纸薄。可怜的女孩直到死前都在费尽心机保护那枚戒指，就是因为那是她对这个家唯一的温存幻想。观众的眼泪真就不值钱是不是？她为了成全伦敦的局长梦想，甘愿受尽非人折磨，甚至求绑匪把自己的残躯全部抛弃到第9区，这病娇是硬核胸控没治了。而在此之前，他们全家人却因为艾玛那些恶毒的谣言，对泰勒进行了无休止的伤害和谩骂。现在知道后悔估计也晚了吧。伦敦崩溃地跪在地上，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但那个用生命爱着他的妹妹却永远无法再回来了，全是鳄鱼的眼泪罢了。这个支离破碎的道森家族最终亲手毁掉了最爱他们的可怜女儿，而这也是对他们最无情的报应，留下一个纯纯的虐心烂摊子。欢迎订阅，下集更精彩哦。